朱令，一位清华大学的天之娇女，曾站在人生的顶峰，未来本该璀璨夺目。1994年，离奇遭遇她中毒，一场丧失人性的凶案，打破了她的美好人生，真相至今未揭。命运一道无情的枷锁，将她困在无尽的痛苦中，让人心痛至极。2023年末，家人已逝，冤怒未平。老韩带你解读朱令八字的干支故事。大家好啊，今天呢我继续来讲朱令八字的干支故事。今天呢来讲疾病专讲。之前呢通过前3讲已经讲了时辰、它的六亲、它的才艺体现。那进一步呢也来去告诉大家，那给它定位的这个辛未时是符合他的人生表现的。那今天讲的疾病也能从他的八字当中去进行体现。我们都知道他得的是他中毒，这他中毒就是一个金字边一个他啊。那怎么体现出这个他的换句话说，我们定位这个时辰啊，一直都在讲时辰是影响一个人的富贵层次，影响一个人的这种吉凶情况，甚至说他的人生很多的表现都是从时辰来体现的。那在这里边，这个辛未时怎么跟他的这个疾病能产生这样的关联？我们就要取象来去解读了。那这个取象它有很多的方法，第一个叫做干支象。天干有天干的象，地支有地支象，干支组合有干支组合的象现在很多人不去研究这个天干地支，而去研究格局旺衰，这其实是一个本末倒置的。换句话说，格局也好，旺衰也好，很多时候大家会容易，你即使取了格局，你定出旺衰，你会发现这八字你还是不会看。为什么呢？你得出，因为格局也好，旺衰也好，它是另外一条路。就换句话说，我们每个人解读一个八字，都希望通过这个解读八字达到一些终点或者说达到一些更细化的去探讨一个八字人生的一个终点。那格局也好，旺衰也好，走到你分析到一定程度，你就下不去了。这个时候是说明什么？说明你这样的一个技术方法，它跟我们实际应用的时候，包括解读一个人的人生，它是有区别的，或者说它是走不通的。所以很多人看完我讲过的过往的一些视频，都会说，你讲的东西是不一样的，跟我以前学过东西不一样的其实我要告诉很多人，就是为什么会不一样因为很多人讲的都是书本上的东西，我讲的更多的都是一些实战的东西，或者说民间师傅都是直接拿来靠这个来吃饭的东西。那书本上不会有，因为那些民间师傅他不会把这东西写在书本里。那写书本的人呢，也都不是真的很懂得八字的一些技巧技法的这些，尤其是取象的一些技法。那干支象只是说取象之一，其次呢就是宫位象这个宫位象很多人也是容易忽略的，他不知道年月日时4个柱子，或者说每个天干每个地支它所在的位置代表什么含义，所以很多象你取不出来。第3个呢才是什么？才是食神象食神体系呢是我们论断八字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知识体系。这个体系呢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这日主他所处的人物关系和社会环境，所以呢食神体系也不可少。但是很多研究旺衰也好，研究格局的人直接把食神来套进去解读，这容易忽略什么？容易忽略干支本身。就像我之前在很多视频里讲过，比如说都是伤官格，火的伤官和水的伤官一样吗？不一样。那丙火的伤官和丁火的伤官一样吗？也不一样。那你如何区分这个伤官格和这个伤官格的区别呢？这里就缺少什么？缺少对于干支本身的一些探讨。那我也带领很多的一些学员朋友一起去讲这个干支取象现在来说呢，很多人已经小有收成了，小有收获了。那我陆续的通过这样的视频案例的讲解呢，也是帮大家增加一些取象的技法，同时给一些研究旺衰也好，研究格局也好，给他们一个范本，告诉他们原来这八字是这么来看的我相信很多人看我之前的视频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叹或者说惊讶。其实呢不需要感叹，不需要惊讶，这八字本来就是应该这么看的，它不是你往的那个书本的路子来看那我们来说他的这个疾病怎么来去看首先呢，他这个甲木日主生在亥子丑这3个年月时年月日这3个地支里边，它是什么样一个状态呢？是一个地动天寒的一个状态
那他用胃中的这点丁火来给自己去暖局，再加上胃中有己土来去跟这些亥子水去抵抗，来形成一定的抗衡，所以这就存在着一个叫火会不会失衡的一个状态。换句话说，年月日都是水，形成三会北方水，如果水变强大了，它就容易把这个丁火给治坏啊，给搞得非常的难受。火坏了，这就叫阴阳不调。所以看疾病的时候，往往就是要判断什么呢？判断它的这个是否阴阳不调。阴阳不调是所有疾病的一切根源。大家记住这句话啊，看疾病的一切根源就是阴阳出现了问题。但是阴阳又分很多种，阴阳分什么呢？分木火为阳，金水为阴，还分什么呢？还分甲木为阳，乙木为阴，还分阳位为阳，阴位为阴等等，天干为阳，地支为阴等等。所以呢，一个阴阳的角度，我们可以去判断很多的疾病。大家记住这句话啊。那我们从天干上来看，辛金是金，亥水是水，这是金水的组合，金水为阴，对不对？那年月日又补充了亥子丑，三会北方水也是阴，也就是说他这八字里边就是阴太重了，阴要大于阳。阳是哪里啊？除了甲木以外，还有就胃中的那些丁火，还有乙木就是为阳。所以他这八字就阴大于阳。阴大于阳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只要阴它再去过大，把阳给彻底治坏了的话，这人生命就会受影响后面我会专门讲一个生命的一个专讲就会讲这个内容。那他的疾病我们再来看，我们给定的是辛未时这辛未时辛金从哪儿来的？辛金从丑里边来的。本身丑就是这个阴暗的环境透出这辛金坐在胃上面然后这个胃和子又相穿，对不对？我们之前也都说过，子胃相穿，其实这有用子水来穿坏这个丁火这个意思。那本身呢，甲木在年月日没有很强的一个根，亥中这点甲木呢是可以说是它的一个气儿不能说它的一个实际的根。那胃可以看成实际的根，它又被子水联合亥丑一起要灭这个丁火，它就有去灭阳的一个趋势。日主它出现的这个疾病症状实际上是从1994年开始甲戌年它实际上已经走入到丑运了已经是走入到乙丑运了。丑这个乙木从哪儿来的？可以看成从胃里边出来的。胃里面透出个乙木劫财，坐在丑上面，这样阴暗的环境来干什么？来跟亥和子联合，形成一个水的阵营来治甲戌的戌看上去这一年未和戌相刑，把戌火库行旺了，没有问题，所以他也容易在这一年有更多的一些名气。但是大运是丑，你戌是行旺了，丑和戌还把戌中的火也给治坏了。戌中火给治坏了，其实就是原局当中的这个丁火被治坏了就这个意思。但是甲木还能生这个丁火，所以体现出什么呢？就即使你在这一年当中甲戌年阳被治了，但是不会形成什么，不会这个寿命受影响毕竟你甲木在生这些火只要不被绝了根儿，它就不会有这个生命的影响所以它从94年包括95年乙亥年就会不断的受这个病情的影响94年是甲戌年乙亥年是95年就不断受这个病情的这个影响。你看乙亥年又是进入的亥水，跟丑又形成亥子丑了，是不是所以这是什么呢？这是它这个产生疾病的一个根本那我们都知道它是他中毒，这个他在八字当中能不能取出象？如果能取出象来，进而也说明这个辛未时是符合他这八字特点的。首先我们看这个它是一个微量元素，这个微量元素它有一个特点，这个它是什么呢？什么特点呢？就是它的可溶性非常强，尤其是它的化合物它的化合物是没有任何的口感的，而且呢你意外接触上的话你也没有任何的感觉，就换句话说它是类似于像那种无色无味无感觉的，就像水一样的东西但实际上它是一个很致命的。
网上有说，在哺乳动物当中，一个成年人，尤其是50到60公斤的一个成年人，他的致死量其实可以不到1克啊，就是足以去致死啊。所以你看，这就是它这种物质啊，或者说这种元素啊，它对人的一种危害。那我们在这八字当中怎么去取这个象？如果能取出这个象来，那也是非常有这种对于干支的取向有积极拓展意义的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它是怎么来的啊。首先，如果按照这个字形来说的话，左边是一个金字旁，是吧？这个金字旁，右边呢是一个宝盖，下面呢是一个这个字，这个字念什么？叫匕首的匕，匕首的匕组合起来，这匕首是什么？它依然是金，依然是金啊！你看偏旁部首是金，匕首的匕是金，然后上面有个宝盖，这个宝盖代表什么？宝盖代表保护。如果从字面上理解，它就代表保护。那放在我们这个八字里边，什么东西对我们形成保护？第一个是印星能形成保护，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就是库能形成保护。也就是说，这个它这种字的结构给我们我们做这样拆解完之后，我们就会发现它跟金有关系，跟库有关系，跟印有关系。那我们看它八字当中带不带有这些关系啊？首先丑是什么库啊？丑是金库，这个金和库就出现了。然后丑中是不是透出癸水来了啊？癸水是甲木的什么？是印，你看印就出现了。所以你看这个丑作为金库，又有很多的印出现了，它还透出这个辛金。这个辛金我们就可以看成什么？因为辛金我刚刚之前的视频讲过，它在地支里边是有金，有金代表精细化的金属或者精细化的小物质，小颗粒。那这个辛金我们就可以取一个象，就是代表什么？就微量的金属元素啊，微量金属元素。微量金属元素之前在哪儿啊？之前在丑里边，金库里边。这个时候我们把这个丑就可以取向成什么啊？取向成它的这个化学元素的这些库。他们不是化学系的嘛，就是微量元素，他们有一些管理库啊。它从库里边出来，是谁把它这辛金从库里边出来啊？是这个大运的乙木。乙木从哪儿来呢？就从胃中来的啊。所以胃中作为比劫库，就出来一个比劫，然后管理着这个丑是什么？它的化学管理库啊，化学管理库，然后透出这个辛金，这样微量元素的一些小颗粒。然后坐在胃上面啊，干什么？来穿这个子水。穿这子水也有2个象，第一个象呢，把这个丁火给伤了；第二个象呢，把它的印星给伤了。啊，这2个象就是同时存在。丁火代表什么？代表他的才华啊，用这样的水把他的这个语言表达能力就都给治坏了啊，对吧？把他的伤官啊，语言表达就都给治坏了。而且也代表火，也代表人的精神啊，精神也受到影响了。子水又代表头啊，头上也都出问题了。然后胃是这个木库，把丁火治了，这些木就没有这个相当于对于乙木来说就是消印夺食了啊，夺了食之后，这乙木也就没有生机了。乙木这时候可以取向什么？取向成头发啊，不就掉头发吗？啊，这个项目就来了嘛。所以在这里边，如果我们去破案的话，那大运的这个乙丑就是什么？就是失独的人啊。当然在这里面我们无法什么呢？无法直接的去定义出来这个人到底是谁。但是啊，我们通过这个辛未，我们可以找到一些原因是什么呢？这个人他是存在一些特征的。什么特征？首先它是有乙木的这个特征。那很多人又说了，那这乙木这个跟这人怎么形成关联啊？首先你看乙木是什么？是木啊。那所以这样的人他名字当中就容易有木字边，名字当中就容易有草字头。那乙木还是什么？乙木在八卦里面代表巽卦，巽为什么？巽为风。风你看我们看龙卷风也好，或者刮风也好，风都是怎么画的？都是这样画的，是不是？龙卷风呢，
可能是这样画的啊，我画的不好，因为用鼠标直接来的。那这个如果类化成我们的这个文字，或者说偏旁部首来说的话，它代表什么呢？它代表这个。你看这个绞丝旁，它是不是很多的丝搅和在一起？那叫绞丝旁嘛，它是不是像风一样啊？同时这绞丝旁丝也代表什么呢？丝也代表这个巽木，也代表乙木啊。我们说这八字里边如果他身边的人如果带有木字边、草字头、绞丝旁的人，都有可能是这个乙木的这个相。而且这乙木啊，它不是一个乙木，它是从未这个库中出来，它是 N 多个乙木，所以这容易是什么呢？容易是团伙作案。那这里面都有谁？大家去思考啊！我在后边讲到其他的人物篇、贵人运呐，还是说还有他的一些坏人的这个专讲啊，我会重点再去说。今天呢，主要是来讲这个他的这个疾病是怎么体现的，然后他中毒的他在八字当中是怎么体现的。通过这样的取向，我们会发现辛未时是完全可以诠释出他中毒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依据的。所以这个辛未时的时辰，至少我在判断上来说是非常非常准确的所以虽然第一讲就讲了这个时辰的定义，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我到现在我还在探讨这个时辰的准确性，怎么跟他的实际生活去关联？为什么？因为时辰它影响一人的一生。如果你的时辰不准确，如果你出生的时间是正好处于两个时辰交界，这个时候就要进行时辰验证了。时辰验证是一个非常考验算命师傅功力的一个技术它并不是靠几个口诀，比如说子午卯酉是这个圆脸它并不是靠一些简单口诀来去定义，而是要靠什么呢？而是要靠过往的一些事项反复验证，进而呢来锁定这个时辰。所以这个就是他得疾病来产生这种他中毒的一个命理解读如果你听明白的话，记得点赞、收藏、转发给同样喜欢易学的朋友，让大家呢共同去深入去研究，也让我们呢能有更多的机会去通过这些干支组合去挖掘一些信息，协助什么呢？协助让大家去了解真相好吧，那今天这视频就讲到这里，希望大家对于易学的知识能够学有所成，学以致用。如果你对易学感兴趣的话，也希望你加入学习，其实不难，因为都是很简单的东西，就看有没有人能让你学得很简单，好吗？今天视频就到这里，其他的内容将陆续发布，大家持续关注。好，再见。